眼前这座古村堡便是位于山西省晋中市介休市的张壁古堡，它的位置就在悬崖边上，看起来非常奇险，其始建年代以及建造者都是众说纷纭。我们选择其中的主流说法，将其视为隋末军阀刘武周所建造的军事要塞。后来刘武周被唐军击败，介休守将尉迟恭则向李世民投降，此处也并入了大唐疆土之内，并历经千年一路留存到如今。我们在航拍视角不难发现，它的外围有一圈夯土墙，那是古代军事布防的遗存。古堡本身则是按照星宿布局建造，所以它也被称为中国星象第一村。如果我们深入其中，还会发现北门附近还有21座宗教建筑，因为北门的位置在整个古堡中地势最低，所以建了这些建筑用以藏风纳气。这个区域有绝美的明代孔雀蓝琉璃碑，还有绿化版的琉璃28宿塑像。因为张壁古堡拥有这么多的文化历史遗产，所以这里是当之无愧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，也是我们去年晋中之旅的重要一站。而本次的同行人便是我的老朋友南希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，这次一定点关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啊！我目前在这个地方是张壁古堡啊，靠朋友南希往上面爬了，一会儿咱们就来好好的逛一逛这儿。我们是2024年7月自驾过去的，当时天气很热，所以先找个阴凉停车，然后从游客中心购票，当时的全价票是75块，可以用山西省文旅年卡直接兑换。在游客中心的附近还能预览一下景区导览图。办完这些之后，就该尽快进入景区了。走进景区大门之后，我们率先看到的是南宝门，这是张壁古堡的南侧入口，是用石头砌成的建筑。南宝门旁边是经房，打经的作用就是报时，但张壁古堡是屯兵的地方，所以这边的打经人不仅负责报时，还担负起了警戒的责任。现在我们来到左侧的星象文化展厅，咱们刚才说过，张壁古堡的布局与天上的28宿一一对应，连张壁这个名字都源于张绣和碧绣的合称。走进展厅，看见屋子里还有一窝小鸟，这生态系统还挺完善。展厅里还展出了一只石狼，因为张壁古堡是对应星宿建造的，所以这个石狼的位置则一般被推断为奎木狼。走出展厅之后，我从侧面发现了一条向上的道路，从这边走上去，通过一个名叫奇云的门洞，就看到了一个戏台。展牌说这个戏台始建于元代，但正面不像元代的，更像是明清的状态。看这前后台分得多清楚。不过戏台的侧面有个入口可以进去，进去之后发现戏台的梁架确实是元代的原生态的风格。仔细看梁架上还有关于功德主的记录。戏台的对面是可汗王祠，其左右两侧有钟鼓二亭，原版的建筑早就没了，而现有的这座建筑则是明代重建、清代修缮后的版本。可汗王祠的殿前有2块被玻璃罩子保护的石碑，正是记载以上信息的一块明碑，一块清碑。而内部的可汗则是一个金面将军的形象。至于这位可汗是谁，也是众说纷纭。主流说法说这就是刘武周，左右则是副将尉迟恭和宋金刚，也有一些非主流说法说这是东魏权臣高欢的。现在我撇下南溪，自己往上继续登，就来到了西方圣境殿。这座面阔3间的悬山顶小房子是清康熙年间重建的建筑，屋脊上的琉璃很漂亮，这才是介休应有的配置。连殿前的灯床，其上半部分也是琉璃做的。其内部供奉的是阿弥陀佛、观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，也就是西方三圣。这里边的造像虽然一眼新，但是有一说一，在新造像里边，这个工艺水平绝对是上乘的了。站到这个位置往下看，就能看到张壁古堡的教场，最远处的位置是点将台，下边有很多战斗器械，其中有个大家伙叫做狼牙拍，这是守城的武器，这往攻城方身上一拍，谁受得了啊？而这个地方所模拟的便是当年驻军时的日常生活图景了。现在我们回到西方圣境殿的位置，并继续往上，就来到了魁星阁。这座建筑更是重建过好多次了，目前的砖块看着是一眼新，其内部供奉的则是魁星，2层则是文昌帝君，都是保佑孩子学业的地方。愿看到这里的你能得到他们的庇护，从而考试顺利，上岸顺利。现在我们往下走，回到可汗王祠的院落，准备下地道了。地道的入口就在可汗王祠的配殿当中。在下地道之前，可以先预览地面的剖面沙盘。这边的地道总长度1万多米，上下共有3层，目前已经清理了3000多米。而我们这次真正走到的就只有1500米左右，
为什么差了一半呢？其实地道还有一个2号线，但是这条线锁门了，所以没法进去看了。当然在地道内部我们也不难看清楚这3层地道的结构，这完全是一目了然的。其他层的位置我们能看得很清楚，而且位于不同层的人彼此之间还能互动，当然也能偷袭敌人。走下地道之后就感觉刷一下就变凉了，当时的地面温度大约是在35度上下，张壁古堡没多少树荫梁，全是大太阳直晒，所以很热的。但地道里面到没到20度那都得两说着，而且地下是非常潮湿的，看着牌子上结的水珠就一目了然了。与此同时，地道里是没有信号的，所以下地道的几个小时基本上就是与世隔绝了。不过地道里的灯光还算是比较明亮，甚至我提前预备的手电都没什么用武之地。现在我们在地道里选几个要点细看一波，先看对应星宿的水井之一。水井的井口在地下，现在用玻璃罩着。水井的上方是这样的，如果在上方用吊桶打水，就得从这个位置直接顺下来，而且水桶的历史比地道的历史还要更久远一些。然后看指挥所，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地洞，没什么特别的。符篓窑看起来大一些，里边还有绑符箓的木桩子。藏兵洞是最大的，因为需要藏的人比较多，所以空间会宽阔一些。出口附近的将军窑不仅空间宽阔，陈设完整，而且采光也比较好。逃生通道乍一看像是一口井，实际上可以顺着绳索迅速逃离战斗现场。看完这些，我们就逛完了一整个的地道。从地道出来之后，我们按照游览路线继续前进。此时的我们已经到张壁古堡最西边了，准备往中路回归找其他看点。中途发现了一个地窖的入口，地窖的旁边还有个小门，走进去之后居然发现了一个挂在墙上的小土地龛，外侧的构造还挺精美。它附近的院子是中共地下交通站旧址，在抗战期间这边是我党的秘密交通站，它从抗战期间一直被用到了解放战争期间，直到1948年介休解放后，它才从地下转到了地上。这个院子里的建筑本身都是窑洞式建筑，但木构部分也很精美，雀体和斗拱区有很多镂空花纹。现在我们来看看内部有什么。介休革命英雄谱展厅中展出了很多纪念奖章，有抗美援朝的，也有其他的。这些奖章的背后便是那段红色的峥嵘岁月，那一代人吃了3代人的苦，也打完了3代人的仗，他们用过的很多东西都被陈列在了这里。这些生活用品同样也是那个时代的见证者。现在我们沿着箭头方向走上一段之后，突然看到了一个炮营，我以为是个历史古迹，走进去之后发现这原来是给游客娱乐用的，那就不必细说了。再往前还有个社谱，鉴于炮营的经验，这个也不必多看了。然后我们来到了龙鹤符，这是清代官员张李维故居的影壁墙。这个符字有龙鹤之形，左半部分像龙，右半部分像鹤，所以叫做龙鹤符。这是故意把符字写成了这个造型，在全国都属于是罕见的。它的附近是个门楼，写着张府昭序，张府大概率是刚才那位张姓官员的府，旺季时或有演出互动，但现在就很安静了。现在我们一路前行，来到了一个醋主题的博物馆，走到门外就能闻到很浓的醋味，走进去之后这味道就更浓了。院子中间的铁雕像是醋圣王来福的半身像，他于明崇祯17年创立了来福山西醋品牌，是山西老醋品牌的祖宗。现在我们走进正中间的窑洞，看看这里边有什么。最后得出的结论是，这像是个酿醋的作坊，且并没有博物馆的步骤分解展示。周边有几箱的粮食，像是酿醋用的原材料，除此之外就没什么能看懂的了。现在我们去侧面的窑洞看看里边都有啥。进来之后直接给我们俩看傻了，这边的展品居然是花模，山西人真的是把面食都给玩出花了。就这二龙戏珠也是用面做的花模，不说还以为是象牙雕呢。临走的时候我们还在门口品了品醋，这边的醋有果醋还有老陈醋。果醋我尝了尝，感觉这个可以当饮料喝，但是多少得兑点水。至于老陈醋，就算是兑了水，恐怕一般人也 hold 不住，不知道山西人能不能行。这边的老陈醋度数高达6度，想要挑战的话确实需要点勇气。然后我们准备去找找中央戊己土，那是一个观景的高台。我们之前说过，张壁古堡是按照星象布局建造的，所以出现天干方位对应也不足为奇。这是个很好的观景台，月圆之夜可以赏月，
看这边的士兵雕像都拿着个相机练摄影呢。从这个高台往下边走下去之后，就发现了一座单檐歇山顶的戏台，戏台的下边是个大舞台，它的对面有很多的座位。这座戏台在早年间必定是给对面庙里的神灵预备的，现在就是游客的娱乐场了。戏台的附近是一棵千年古树，名为怀抱柳，它的主体部分是一棵千年老槐树，种植的位置则对应28宿中的斗宿，原本有6棵，1947年历经战火后只剩下了半棵，于是当地百姓从槐树根部又种了棵柳树，2棵树都活了，便形成了眼前的怀抱柳。现在我们准备去戏台对面的庙宇里去看看。第一座建筑仍是天王殿，外侧是用琉璃做的哼哈二将，闭嘴的是哼，张嘴的是哈，这个颜色的哼哈二将实在是太好看了。而山门殿的弥勒佛居然被做成了悬塑，我这还是第一次见到弥勒佛悬塑。而山门的左右两侧当然还是熟悉的4大天王，这个没什么可说的，到哪儿都是如此。而背面的韦陀则也被做成了悬塑，宝杵被举起来了。看来以前这能给挂单的和尚提供3天以上的吃住。一路看到这里，我们还不知道这是一座什么寺院，其实这是个散装寺院，看到后边你就知道了。而且这边建筑的屋顶上处处都是琉璃，介休琉璃之都果然是名不虚传。转过弯之后，我们能看到拐角处有一个小展厅，这里边所展出的是一座祈雨楼，它是一座3层木阁楼，高度大约2米左右，是一件宋金时期的文物。算到今天，它已经有了800多年的历史。看祈雨楼的斗拱用的基本都是正花拱，并没怎么用斜拱，所以风格还是偏宋多一些。现在我们继续往前走，越过曲曲折折的高台，就看到了一座空空如也的建筑。这是一座面阔3间的建筑，檐下的阙体很是精美，殿内的驼峰也很精美。此外还能看到少许的残存壁画，但是造像没了。虽则如此，我们仍可根据现有的信息推断一二。建筑的几叉上刻着3大士公，前边贴着慈航普渡，据此推断，这边原本供奉的应是观音、文殊、普贤3大士。同时它外侧那2个空空如也的琉璃亭子原本是钟鼓2亭，现在就只剩琉璃可看了。他们的屋顶是琉璃歇山顶，这个颜值是真的高。然后我们看下一座殿，这也是一座面阔3间的小房子，虽然斗拱已经极度简化了，但它的木座、彩绘还有屋顶上的琉璃装饰，也就是3套太平有象加寿字，这些也太好看了吧。只有看到这些精致的工艺品，才能知道以前的匠人到底有多厉害。走进内部，发现这原来是真武殿，中间3尊造像为真武大帝及斜氏金童玉女，周围造像则是大帝旗下的元帅，包括风轮元帅广泽、威灵温元帅雷琼、混气元帅庞乔、丰都元帅孟山、降生元帅高原、仁圣元帅康熙、雷门元帅田华、火德元帅谢花荣、猛烈元帅铁头、降妖元帅雷辟邪。要知道真武大帝御前共有36官将，而这10位元帅就是从不同的36官将版本中杂糅的一个组合。现在我们奔向下一个殿，也就是空王行祠，这里是介休的县级文保单位，其殿前有2块琉璃碑，这是烧制于明万历年间的碑，距现在已经有了400多年历史。这种孔雀蓝色琉璃碑在琉璃之都介休，甚至在全中国都是非常罕见的，可见它有多么珍贵。殿内供奉的主尊空王佛便是唐代高僧田志超，他是第一个成佛的汉人。相传贞观年间，长安一带大旱，田志超问询后，便命令弟子往长安方向泼洒淘米水，长安便立刻降下甘霖，旱灾也得以解除。之后人们找他求雨，也是屡屡灵验。从那时起，田志超便得到了李世民的尊崇，并且被加封为空王佛。他的道场就在介休的绵山，四方的香客都去那儿求雨。眼前这座空王行祠就是这些香客的求佛驿站，行祠嘛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再往前走了一段，便来到了吕祖阁，这是一座清代修建的建筑，内部供奉的是纯阳祖师吕洞宾，其手中拿着八卦镜，旁边小童还抱着纯阳祖师降妖除魔的那把剑，而且这个窑洞里还有不少壁画，简直是细节满满。现在我们走到头了，就穿过一道垂花门，一路往下走，就进入了一个非常豪横的院落，里边到处都是琉璃。且不要说屋里有什么，单单看这个院子里就摆了多少琉璃桌子、琉璃大缸，还有琉璃墙面装饰，这就是琉璃之都的家底儿吧。
我们在院子里能看到一座大戏台，从正面看，这是明清时期留下的戏台，它看似有楼梯可以登上去，实则登上去之后只能扒着门缝看看。戏台的前边有一大排琉璃脊兽，这个可太漂亮了。平时我们看脊兽只能站在地面上仰视，现在总算能近距离看了。而且这些脊兽基本上都有1人来高，但当初仰视它们的时候就很难判断它们的具体尺寸。这个院子里的正面建筑是一座2层建筑，1层是面阔5间的窑洞，2层是面阔3间的硬山顶小房子，内部供奉的就是二郎神，造像是金代的，拥有10年左右的古老历史。你别看它新，它这个工艺是真的不赖，一眼就能看出威武雄壮来。其左右2侧便是眉山六将的造像，而二郎神的侧面则是我们熟悉的哮天犬，所以这个院子就是二郎庙了。刚才咱们说过了，二郎庙是2层建筑，你猜它的楼下有什么？当然是大量的琉璃彩塑了。这边最大的看点就是在黑山画悟空中出现过的28宿彩塑，但这边做的是琉璃版，看起来更加多彩，令人观之难忘。至于其余的展品，则也都是琳琅满目的琉璃塑，各种主题的都有。连这个院子的大门口都摆着一对蓝汪汪的琉璃像，上面夹杂了黄色、绿色的装饰品，可以说是细节满满，让人叹为观止。现在我们准备离开这边，继续往前逛。走了一段之后，就来到了少林禅宫院，这5个字是释永信方丈所题。同时这里也是张弼古弓箭博物馆，我们进去逛一逛。不得不说，这个环境还挺幽静的，适合安坐喝茶。它的展厅名字叫做圣剑堂，看看里边都展出了些什么。这个展厅的内部不只展出了弓箭，此外还陈列了很多织锦，这是要搞个非遗开会吗？除此之外，展厅内还售卖了很多文创小弓箭，与其买这个，不如买一套真正的新时代弓箭，找个安全区域自己玩玩。走进下一进院落之后，能在院子的中间看到一片琉璃装饰，一个水龙头也能弄成琉璃的。后方上窝展厅上的匾额是孙中山先生于民国11年的题字。展厅内的展品则是以传统的弓箭为主，朝代主要都是清代的。除此之外，还复原了汉代的弩，以及陈列了一些弩的零件，这些零件看着像是真文物。此外还展出了一些箭足，箭足就是箭头，但右边这些花里胡哨的是什么？也是箭足吗？另外你发现没有，这边的展品说明并没有特别详细，因为这个展厅的地方小，挤进来的东西又比较多，就容易造成这样的情况。这个时候我们已经逛了1个下午，人已经又热又渴了，就买了2杯当地的核桃汁，10块钱1杯，店主还送了我们俩1人1块醋膏。走到这里，我感觉今天的旅途差不多也该结束了。但走到大门附近时，我发现了一座刚才进门时没注意到的关帝庙，这可得进去逛逛。这座关帝庙是始建于明代，重建于清代的建筑。假如我不知道这是关帝庙，还以为这是个衙门，两边还有回避牌子呢。现在我们转身看檐下的木座，它们不仅保留了很好的颜色，也很好的维持了精致的外形。檐下的2块黑色石碑中，其中1块就是清康熙年间的重建碑，另1块则是清道光年间的修缮碑。附近另一个角落里的黑色石碑则是康熙年间的增修碑记。关公用的青龙偃月刀也被摆在殿前的武器架子上了。走进殿内，能看到关公坐在中间的木龛之内，其左些侍卫的关平手里握着一颗大印，右些侍卫的周仓则举着关公的青龙偃月刀。这几尊造像的工艺水准不低，一眼就能看出威武雄壮来。殿内的壁画记载的则是关公一生的故事。仔细看梁架，上面还记录着功德主的名字，那些捐资修缮的人也会被历史所铭记。至此，我们就彻底逛完了一整座的张弼古堡。我们一路走来，见过不少古老的屯兵堡垒，但遍地彩色琉璃的屯兵堡垒却只有张弼古堡这一处。这边的古老建筑上有很多的琉璃装饰，在此之外还能看到全新的琉璃制品。但对于琉璃之都介休来说，我们在旅途中看到的这些只不过是冰山一角，沧海一粟罢了。这座城市值得我们一去再去，去看那街头巷尾的彩色风景。那随处可见的蓝绿釉彩是介休的水火土于数百年前写下的时空密信，只待有缘人将其开启。看到这里的朋友，欢迎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，和徐工一起读城，一起旅行。